因为刚刚节目还没录的时候呢，我已经吃了老师呢带来的这个葡式蛋挞，冷了，可是还是好好吃。它的秘诀在哪里？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吃派皮的做法哦。那它除了呢这个派皮做好之后，除了拿来做葡式蛋挞之外，我们这样入模嘛，那里面加上布丁那个蛋挞馅，做起来是葡式蛋挞。那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的千层的这个饼干、蝴蝶酥，还有呢拿破仑酥。类似这种有层次的皮都可以用今天的这个皮来做呈现。那我们呢，现在先来为各位介绍材料。首先这边准备的是高筋面粉，一点点的糖，然后这里第一个酥脆派皮一定要提到的，一定要用冰水。那第二个呢，特殊的食材是白醋。啊，白醋？对，这个是白醋，就是我们在做料理的白醋哦。因为呢，醋它有可以柔软面筋的功效，所以我们这边准备了一点白醋，我们把白醋倒在冰水里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比较好买到的食材，就是全蛋。好，那我们把全蛋也倒进这个水里面。好，谢谢。那我们呢，把这个蛋的部分液体，这三样加起来，这三样都是液体嘛。我们把这三样液体呢，在水里面大约轻轻的稍微让它融合一下就可以了。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没有关系，因为待会我们要揉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揉面皮咯。现在呢，我们在桌面上先把高筋面粉倒出来。好，就是像我们在揉馒头一样这种做法，把它倒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加进来的是砂糖。可是老师，那个高筋面粉要不要过筛？有筛过也可以，没有筛过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是揉。等一下我们再揉就有施加压力哦，那施加压力它就很容易可以揉开。好，我们在桌面上稍微把这两样食材和一下，让它均匀一点。接下来我们要煮一个粉墙。今天的液体比较多，水分含量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粉墙稍微煮得大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中国人说煮粉墙，那法国人说要挖一个壶呢，它其实它讲这个叫一个风塞哦。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水分倒进来，那水分倒进来，它的意思是这个就是山啊，对，真的是像一个湖泊了。好，那这个湖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法国老师就讲了，要划船。我们现在开始来搅它，沿着边边慢慢的把它搅进来。千万不要让那个有一个那个宣泄口，对不对？对对，就是慢慢的把粉拌进来，慢慢的，我们先让这些水分呢变成有点糊状，有一点糊状，越来越糊了。对，越来越糊，越来越浓稠。好，那我们慢慢让它变成糊状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一边慢慢的把我们的湖。把这个旁边的山呢给它小一点，不要因为地震把它移山了、走山了。我们用手把我们的这个山呢，慢慢的挪到我们的粉水里面。对，让它变小一点。现在我们看得到桌面上，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已经变成糊了嘛？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开始用板子，慢慢的再把剩余的面粉拌进来。这样子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不用怕这个水到处跑。好，我们这个湖泊本来是很清澈的对，然后搅乱一股这个春水之后呢，变得很泥泞我们赶快把这个山呢推到这个湖泊里面去。对，一样，我们现在用这个板子轻轻的先用切的，把它切一下，用切拌的方式让它稍微均匀一下。那我们现在这样，大家会发现好像已经要成团了，很好处理的那现在已经开始成团之后呢，我们一样就是要稍微揉它一下。大概在桌面上，如果说不清楚大概揉多久的话呢，我们大概揉个2分钟左右。那当然如果家庭主妇们在家里面揉面团这个手的力道不够就要用老师的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声控。什么叫声控？声控，老公来帮忙揉了，儿子来帮忙揉面团，声控。对，OK， 用一指神功啦，指明谁来帮忙揉面团。对，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让大家要吃的人就过来帮忙吧，大家一起来参与嘛，让大家有一点参与感。我们现在看得到我们桌面的粉大概都已经和进来了。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准备咯。这其实现在还没有很漂亮。
还没有很漂亮。那我们现在要请思涵帮忙，我们把这个奶油加进来。一次吗？对，这个就是无盐奶油，无盐奶油。那奶油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这个润滑面团的功效。刚开始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好像有点黏黏的，那千万要忍住哦，千万不可以加粉，就是慢慢的揉，让这个油脂呢完全的渗到面皮里面去。好，那现在开始揉制这个面团的时间呢，大约是10分钟左右。现在刚开始揉，我们看得到这个油黏黏的，好害怕，我最怕这个场景。对对对，好，没有关系哦，我们要忍住，用手掌心慢慢的推。那我们的面粉呢，就会把这些油完全吃进去。那我们呢，揉完10分钟左右的面团哈，它会变得这么细致，就是我们的3光阶段。哇，老师真的耶！我刚刚看那个桌上那么乱，现在已经都清掉了。就是我们在揉的过程，一边揉，然后一边把桌面清一清，然后再一边揉，这样。那揉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它其实揉好就不会粘了哈，已经不会粘了。那我们找一个塑胶袋，就是家里面的塑胶袋哈，耐不耐热无所谓。那我们从这个袋口的地方哈，从这边边，这是打开的袋口，对，把它剪开，从边边剪开，L 型的剪开，我们就把这个已经揉好的面皮放到这个袋子上，整理一下，好，这样子，然后盖起来。这样待会我们再擀折会比较好取用。好，那这样子好了之后呢，我们把4边折一下，折起来，这样折起来，折好，这样，在袋子里面折好呢，这样子放进这个冰箱里面冷藏松弛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出来，再做裹油的动作。好，那我们已经冷藏1个小时咯。那现在呢，它整个面团是冰的，冰透之后，我们现在把它取出来放在桌面上。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油来做里面的层次。好，那我们这边今天准备的油脂呢，叫做果入油，起酥的果入油。好，我们现在呢要把它整理到它的2倍大，一定要比它大，对，把它包过去。对对，要把它包起来，所以要它的2倍大。那我们在桌面上先整理好。不要就是把面皮做得太大哈，然后等一下我们把它从2边到中间把它包起来。对，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中间，放上来，几乎熟的也都没有碰到这个油嘛。对对对，这样把它放上来。是，好，那放上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包起来哈，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包法，就这样2头直接包起来。零失败的做法，零失败真的，对，这就是零失败的做法。好，这样子就整个包起来了，很简单嘛，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来擀折它咯。啊，我最害怕这个阶段了。好，擀折它的话呢，很容易露馅。对，第一个是这上面一定要有粉，很多的粉。好，那我们现在长在它身上，你就不用担心它破。我们刚刚是这样包起来的，好，这样包起来，这个是封住的口，对，这个是开口，人是看得到油，这是开口，这个是封口。那开口呢，向着自己，前后，开口向自己，好，方向不要弄错，方向如果弄错，你擀不开。好，开始啦，擀面棍，我们轻轻的先把它压扁，先把这个面皮压扁。轻轻的来咯，开始擀咯，轻轻的擀开。所以刚刚那个重点，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我们以后把粉呢不要铺在我们的桌子上。对，不要。老师就很幽默的说，桌子不粘，请不要铺在桌子上。跟桌子没有关系哦，桌子不会粘，那粘的是这个。那我们呢，大约擀的长度大概是60公分。这样差不多了。好，那我们今天教各位的是4折法。那我们现在要折，我们要用4折法。4折法的意思是从中间先做个记号，这样，中间这里我们先做个记号。好，然后呢这样子折。哦，这叫4折法。对，这样这边看得到是两折。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哦，这样过来，这边也是2折。好，然后再把它对起来。对的，对了，好聪明。好，那多余的粉太简单了，太简单。多余的粉要刷掉。对对，多余的粉要刷掉。好，等一下效果会比较好。好，这样子哦，这样好了。对，再折。对，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了。对，这样子1、2、3、4。4折。这个我算得出来，4折。好，那到这里折好之后呢，一样，我们的塑胶袋又要来了。
每折一次，我们要把它包起来，然后呢放进冰箱冷藏，再冰20分钟。好，20分钟后，好，那一样哦。我们要赶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前后是开口，左右是封口。像这边是没有层次的边，这个就叫封口。那这边有4层，这个就叫开口。所以开口要放在前面，跟对齐自己，对向自己。那封口呢，就在左边、右边这样封口，一定要对边哦。如果不对边，擀不起来，擀不开。好，那一样哦，我们这次也是60公分，对，好棒哦。好，那一样哦，对折先对到一半的地方，压一条线，压一条线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整理一下，这样这边就2折了。好，再来这里也是一样，再折一下。好，这里又2折，现在再把它折起来，这里就1、2、3、4折。好，那我们稍微把它压扁一点。现在这个油跟皮，它的状况是非常的均匀的，漂亮的颜色也很漂亮。好，这样等一下层次一定会很美。好，一样哦，同样的动作哈，塑胶袋又来了，把它包起来，折起来，再冰20分钟。好，那我们又过了20分钟。那我们现在呢，冷藏好的面团，我们先把它压扁，仍然可以粘住哦。压扁的时候也会变得稍微大一点点，可是要注意，我们还是要长方形的，不能这边突出一个角来哈。这样长方形 ，OK， 一样哦。重点来了，粉是抹在它身上的。粉是抹在它身上的哈，而且可以抹多一点，因为我们在擀它的过程它会变大，所以如果说呢这个粉上太薄太少了，你待会一推开，它这个地方就破掉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对，到目前为止它非常的完整哦，都没有破掉哦。是的，是的。好，一样哦，60公分。好，那一样哦，4折又来了哈，这样。中间压出一条线，打开来，先折这边，然后这边过来 ，OK， 好，那接下来呢，两边折在一起，1、2、3、4 ，OK， 这样就完成了吧？不用再编了吧？要再编一次，第3次20分钟，再20分钟，所以它不难做哎，可是时间很长。好，那我们现在呢4折第3次了。好，这次20分钟又好了哈。那我们一样先在袋子里面把它擀开一点。好，打开袋子要把它拿出来。好，谢谢。OK， 这个袋子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哈。好，那我们一样哦，要先找好我们的开口在哪里，然后封口在旁边哈，在左右两边，开口要向着自己。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不用再折它了。所以呢，这一次别再瞎折腾了。这次我们的粉就不撒在它身上，这次真的撒在桌子上了，薄薄的，越薄越好，千万不要多哈。然后呢，放上来 ，OK， 很薄，只要让它不粘住桌子就好了。那接下来这一次最后一次了，接下来记长度，42公分，42公分哈。好，开始咯。大概再多一点点，大概这样，差不多42。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哈，已经把它处理好了。那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喷水器，那喷水器一样也是薄薄的水，不要太多，越薄越好哈。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卷起来。这个卷的好不好看没有关系，这不是重点哦，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擀开，切好之后还要再擀开，所以你这卷的好不好没有关系，就把它卷起来就可以了。那到这里为止哦，就已经几乎就已经快完成了，这它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在这里嘛，这样已经把它卷好了。卷好之后，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切，那切的话大约就是1.5公分一段。1.5公分。对，1.5公分一段，1.5公分左右，这样就一个，1.5公分左右一个，这样，这个面皮就把它切开来。切开来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入模。那这个呢，我们要两面沾粉，
把这个当饺子皮擀就很简单了哈。是，那它现在切开其实基本上是圆的。对。那这里有一个尾巴，我们把尾巴塞在底下，这里，这中间这里有个心嘛，塞在这里，这样子，好，顶住它，让边边薄，然后中间厚一点，这样把它擀开。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拿一个模型，拿一个模型呢，我们把这个皮呢稍微把它塞到这个模子里面去，然后往下推一点。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剪刀，边边不是剪在这个模型边，要比模型边再出来一点，一定要剪哦，没有剪的话它是不会炸开的哦，那个层次是出不来的。好，那我们呢派皮塔皮已经这个入模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好吃的馅料咯。那这个馅料呢是我们做这个塔的灵魂人物。那它跟一般的蛋挞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里面用的是鲜奶油。鲜奶油，这里面完全没有水，完全没有水。首先呢，我们这里准备的是鲜奶油，那我们这边现在要加进来的是全蛋。第二个呢，要再加进来的呢是蛋黄，这个是它颜色漂亮的秘密。而且呢，葡式蛋挞通常它的表面都会有一点着色。对，有一点上色，有一点上色呢，两大工程哦。第一个是这个砂糖，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蛋黄的部分。那第三个是牛奶。好，那葡式蛋挞呢，我们让它香浓呢，其实里面会加一点点这个奶香粉。好，那如果说家里没有的话，我可以用奶粉来代替。奶粉哈，那接下来后面再加进来这个是砂糖。好，那我们现在用个打蛋器哦，在里面呢稍微把它搅拌均匀，千万不要把空气打进去。是，轻轻的搅一搅就可以了。因为打空气打进去的话，你待会儿那个馅料，你可能烤出来，你那个蛋挞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泡泡。对，泡泡。这里搅拌均匀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过筛的动作。那我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个不需要的物质筛掉。那接下来我们如果有的话，就准备一个尖嘴杯，尖嘴杯哦。好，那我们把它呢倒进来，把这个已经过筛好的这个蛋液倒进来。那我们现在把它倒进来哦。有时候呢直接倒，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好控制，所以我们准备一个汤匙。那蛋挞液是倒在汤匙上，让它顺着流下来，轻轻的、小心的倒进来。OK。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烤箱里面。是这样子的话，大概要烤几分钟？烤焙的时间大约是25分钟左右。对，那我们就看它的旁边的这个皮有炸开来，然后中间的布丁液是已经凝固的了，这样就可以出炉了。OK， 好。哇，香喷喷的蛋挞要出炉了！好，要吃的人赶快靠过来。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定型烤熟的蛋挞要准备出炉。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取出来。哇，颜色好漂亮哦，超漂亮的。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梅纳反应焦糖化哦，焦糖化的部分在这上面会形成。那这个就是糖产生的。那这个黄呢，就是蛋黄跟奶香粉所产生的，色泽很漂亮。那刚出炉很烫哦，所以各位要小心。那葡式蛋挞其实是趁热吃。趁热吃，所以老师做的葡式蛋挞好吃到啊，连我们刚刚在冷的时候来吃都非常非常的好吃。为什么？那个皮啊不会很油腻。对。啊，就觉得说哇，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葡式蛋挞，难怪老师的这个关于这些派皮的书呢，在这个书店啊都是第1名的。谢谢。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老师在这么忙，还呢抽空呢到我们的电视台跟大家分享呢他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葡式蛋挞。好，那相信观众朋友呢，经由老师这么详细的这个分析之后呢，应该会很有信心来自己在家操作这个葡式蛋挞。希望大家会成功。我们下次见，老师，谢谢您，谢谢。